天啊，一张帅脸，又一张帅脸，还有一张帅脸，最后直接一群帅脸。我宣布2026跨年晚会，东方卫视一路生花拔得头筹。没有比帅，只有同帅啊！姐妹们，实话说，在肖战、王安宇、于是这个同台之前，在我的审美体系里，肖战一定是最帅的那个。不是说于是和王安宇不帅，而是肖战那种偏文雅、偏治愈的长相，真的特别戳我。但神奇的事情来了。当他们三个真的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句话：怎么都这么帅啊？然后我就非常自然的沉迷在这群帅哥的美貌里，不知不觉把这个视频循环了无数遍，真的找不到退出键。然后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了，为什么我会觉得王安宇、于是都比以前帅了呢？你别说，经过好学的小文查找，这还真有心理学解释。这个舞台其实第一秒就已经赢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 C 位等于审美锚点。你回忆一下舞台的第一秒，肖战那张最顺最吃镜头的脸先出现，这在心理学里叫锚定效应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观众的大脑在第一眼就被迫做出一个判断，哦，这一段的帅是这个级别的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你对后面所有人的判断就不再是从零开始，而是从已经很帅开始。所以后面两位一出来，哪怕风格完全不同，你的大脑也会自动补一句，能接在他后面出场的不可能差。韩帅亮的下线在第一秒就被锁死在高位了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第二位不会被比下去，反而显得更有气场、更有特点？这里就用到了另一个机制——同化效应。当两个帅哥颜值差距不大，比如肖战和于是，不管你心里觉得谁更帅，在大多数人眼里，他们都属于帅哥，即使有差距，也是90分和85分这种差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他们同灯光、同舞台、同音乐，在同一个重要节点连续出现时，大脑会自动做一件事，他们属于同一档次。你潜意识里可能知道，风格不一样，类型不同，但你已经不再用高低去比了，而是变成一种帅和另一种帅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当颜值相近的人并列出现时，大脑会停止精细比较，改用整体档位判断。于是结果就来了，低分被抬高，整体被拉齐，所有人被看成同一颜值区间。而且注意，这不是简单的拉近，而是向上同化。当一个群体里没有明显短板，每个人都在好看级以上，大脑会偷懒，用最亮眼的那几个来代表整个群体。所以你才会觉得，怎么站在一起好像都变好看了？不是你眼花，是你被组内向上锚定了。但这里有一个前提非常重要，那就是颜值差距不能太大。一旦超过某个阈值，机制就会直接切换。小差距同化效应，大差距对比效应。举个例子，80、78、82分站在一起，就会拉高到82分；90分和70分站在一起，开始拉踩。所以真相是，不是谁都能随便站在一起，而是要卡在差不多好看的区间。回到这个舞台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都很帅？因为肖战、于是、王安宇本身全都是80分以上的帅哥，即使有差距，也都控制在10分以内。当他们站在一起时，大脑会自动过滤掉那些细微差别，把他们统一归类成同一颜值区间。而在我这里，肖战是90分的存在，他站在 C 位，而 C 位等于整体审美锚点，锚点一旦高，整体就被抬上去了。这也解释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为什么你会突然 get 到原本没那么在意的那个人？不是你审美变了，是你的大脑已经被引导进一个结论，这是一组高颜值组合。而一旦整体被你认可，你就会反过来给每一个人加滤镜。大家细想一下，你追过的团体，你磕过的 CP， 你明明先喜欢的是这个人，但合体看多了，就会觉得其他人也挺好看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好看的孩子要占 C 位了，真的能拉高整个团体的颜值。那结论就出来了，内娱80分以上，身高又不错的帅哥们，一定不要惧怕和肖战同框，或者说还要多多同框。无论你是比肖战帅，还是比他差，大家只要站在一起都是共赢。颜值真的会向上锚定，而且热度也来了，关键是会造福我们的眼睛啊。相反，
如果本身颜值一般，却非要营销美貌的男星，那真的别轻易和肖战、杨洋、张凌赫这种顶帅同框，因为颜值差距一旦超过10分，那就不是同化了，而是会直接触发对比效应，结果嘛，就只有一个，他们更帅，你更土。